先说事儿，中国海警和韩国海警在黄海苏援礁打了一架，是真打架，拿刀互砍的那种。对，是真刀。事件的起因是韩国渔民报警说，不知道是谁在咱们的苏援礁建了一个10多米高的钢架建筑，快来看看吧。韩国海警就派出1400吨的大地号海洋调查船过去核查。接近框架建筑时，突然冒出3艘中国海警船，还有一群中国渔民的小船，一下把韩国海警给围住了。韩国媒体说，中方人员的手里竟然拿着刀拦截驱离韩国调查船靠近苏援礁，双方对峙了2个小时，最后韩国只能灰溜溜的撤离。钢架结构是不是我们建的？是的，还建了3座，干什么用的？打过架后，韩国证实是给中方渔民当临时停靠、补给休息的站点。再说一下这个苏援礁的地理位置，在我国东海北部海域，距离江苏南通150海里，距离韩国只有45海里。这个苏援礁是看不见的，因为它是个暗礁，就算是潮水最低的时候，最浅的地方离海面也有4.6米，但它是江苏外海大陆架延伸的一部分。说出最重要的那4个字：自古以来。自古以来，山东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台湾等省份的渔民就在这儿打鱼。清朝末期，北洋水师的海陆图里就明确标注了它的位置。日本、韩国没有任何国家对这儿提出过异议。可1952年的时候，韩国自作主张把我国的苏援礁划入了自己的海域，说什么按照中线划分。2000年更是修建了一个30米宽的小平台，说这儿就是它的了。韩国在惦记什么资源？苏援礁地区的油气资源产量预计高达20亿吨，东海大陆架还有80亿吨，加一起就是100亿吨了。100亿吨的油气足够中国人使用40年。而且苏援礁战略位置很重要，和钓鱼岛、台湾岛一同组成了我国东部的海上天然屏障。这里咽喉狭窄，水深不到100米，是控制东亚海上通道的制高点。要是韩国控制了苏援礁，就相当于把中国海军东太平洋的出口给堵死了。距离韩国45海里，相比我国沿海150海里的距离，是重要的前沿防御点。在这里设立军事基地，就能掌控朝鲜半岛和日本海峡的海上动向，对监控敌情至关重要。你建个小平台就说是你的，我们就一口气建了3个。美国的商业卫星图像显示，我国在这儿建的自升式钻井平台已经完工了。平台甲板面积3000平方米，平台最长是120米，最宽处是80米。平台上已经建起了直升机停机坪、后勤保障室，还能停放多艘救生艇，能容纳100-200人起居工作，可作为我国深海养殖提供智能便捷服务。后续我们肯定还会建更大的平台，甚至直接填海造岛了。和中国比基建还没服过谁。苏援礁的大平台基本完工，我们就放心了，因为这已经是实际收回并实控了。